本期我们来讲讲著名的道西事件，69个人类和外星人在地底进行了非常罕见的激烈枪战，最后有66名科学家和军人被外星人用激光枪打死。另外，冲突中人类也击毙了4名外星人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事件的一些细节和背后的故事，涵盖了罗斯威尔事件、外星人与人类的合约谈判等等。在此之前，请点击关注、收藏我们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个有趣的视频。接下来我们一起一探究竟。讲到西事件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。1995年5月，一个名叫菲尔斯奈德的人爆料，自称已经在美国黑色项目中工作了17年，说自己是道西事件的3个幸存者之一。当时他在一家具有军方背景的建筑公司里面担任工程师。1979年，他被派往美国新墨西哥州道西镇附近的荒漠，计划在这里新建一个军方使用的地下基地。他们计划建造4个巨大的洞，深入地下4公里，然后再将4个洞穴连接起来。一天，他们一行人正在深入地下挖掘隧道，突然间地下的设备出现了故障，于是施耐德一行人就通过一个升降机下去洞穴查看。进入地下以后，却惊讶地发现已经打穿到另外一个已经存在的巨大洞穴，但是很奇怪，里面的空气却非常新鲜。地下洞穴有新鲜的空气，可能意味着里面有生物，这一点足以让所有人警戒起来。当时他与一些同事和随行的特种兵正准备对洞穴里面进行探索，突然看见一个高大诡异的人形生物迎面过来，有点像电影里面的灰人，大约在2米左右，但不是1.3米的小灰人，并且他身上发出阵阵的恶臭，他们的身体呈现灰色，有一双巨大的眼睛。这些不明生物显然吓到了施耐德一行人，当时他们非常害怕，本能地掏出手枪进行射击。那些外星高灰人也进行了还击，他们的武器是一种会射出高热蓝色激光的盒子，类似激光枪，射出的是蓝色的火焰。双方的大战一触即发，混战中，人类打死了2个高灰人，另外一个高灰人扑了过来，发射出蓝色的光线，击中了施耐德。他的肚子立刻被击穿，肚子上有着一条特别长的伤口，他的几个手指也被烧掉了。受了这么严重的伤，他几乎快要坚持不住了。这时候，他的意识已经不是很清晰，他模糊地记得一个特种兵冒着生命危险，将他身上的蓝色火焰扑灭，把他拉到了升降机里面，按下了开关。升降机还没到达地面，他就已经不省人事，最后把他送到了地面。施耐德因此逃过一劫。醒来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已经在医院，然而军方并没有对此事件做出任何的解释，只是告诉他总共有66个人死亡，其中包含科学家和军人，那个英勇救他的特种兵也牺牲了，只有他和另外2个加拿大人得以幸存，而外星高灰人那边只死了4个。随后施耐德被美国政府下了封口令，上级要求他不准透露这段经历。身体康复之后，他继续留在了公司效命。为了获得更多的情报，他选择了沉默，并开始偷偷收集关于外星人的相关资料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收集到情报也越来越多。他发现原来美国政府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些外星生物的存在，并已经和他们进行各种不人道的勾结和交易。他发现高灰人其实已经在道西地下生活了400-500年。另外，美国政府在1933年就已经开始与灰人接触。随着1947年外星飞碟在美国罗斯威尔坠毁，飞碟残骸和外星人的尸体被美军回收之后，美国政府正式成立了一个秘密部门，专门负责与外星文明进行沟通。而位于道西地下的基地，正是这群外星生物在地球上的活动据点之一。另外，他还爆料，1954年，人类就已经和外星人签署了协议。协议具体的内容如下：外星人不得干预地球人的事务，外星人提供先进科技给人类，在技术开发上给予人类帮助，但仅适用于美国。以美国为代表的地球人对地球上存在外星人这件事情予以保密。作为交换，外星人出于科研目的，可以有限地带走地球上的人类和动物，但是研究之后，人类必须被送回，不得伤害人类。与外星人接触的记忆必须被删除。另外，双方互换16人到对方的星球观摩学习，特定时间后再各自返回交换。施耐德继续说道，虽然他们的科技领先我们很多，灰人这个物种是不能够自我繁殖的，他们需要人类的基因进行研究，以协助他们繁殖。
因为它们的生命体征可以说不算是有机体，简单来说，它们属于半机械生命。关于灰人种族更加详细的情况，我们会做一期来和大家分享。好了，施耐德的爆料先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继续来看施耐德提出惊人的证据以及合作多年的外星人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，记得关注我们，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。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。生活是美好的，保持好奇心生活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